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，请订阅并分享，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。鞠婧祎解约事件升级，斯巴传媒下最后通牒，将举报鞠婧祎犯罪问题。鞠婧祎和经纪公司的解约事件引发热议，其核心矛盾是合约到期时间，以及补充协议是否伪造，双方互不退让，还闹上了法庭。1月18日，经纪公司斯巴成传媒放出超级大招，喊话鞠婧祎再不收手，将举报其严重犯罪问题。根据斯巴传媒给艺人鞠婧祎最后的告知中称，控诉鞠婧祎长期编造谎言，误导粉丝，抹黑经纪公司，甚至网暴公司，要求鞠婧祎立刻收手，否则将向有关机关实名举报鞠婧祎和关联人涂某某的违法犯罪问题。据斯巴传媒称，长期以来，公司已经掌握了鞠婧祎大量的事实和其种种的劣迹证据。很显然，双方的矛盾依然无法调和到最白热化的阶段，否则不到最后阶段，经纪公司不会亮出这张王牌。据斯巴传媒称，该公司于2013年签订了独家代理合约，合约显示时效20年，到2033年到期。而在2018年时，据斯巴传媒称，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，范围扩大到演唱会以外的所有商业活动。但鞠婧祎方则有自己的说法，称和斯巴传媒的原合约并非到2033年。而是在24年6月18日，按照法律，到鞠婧祎30岁生日这天到期。而双方另一条重要分歧是，斯巴传媒晒出补充协议，鞠婧祎方并不认同，称从未见过该协议，控诉其伪造签名。法院2次委托鉴定笔记，得出结论均是无法判断是否本人所写。但斯巴传媒自行委托的鉴定结构则认定是鞠婧祎所写，对此鞠婧祎方不认同。对于鞠婧祎和斯巴传媒的互撕，网友们也有不同看法。有很多网友认为，合约是合约，18年补充协议即便是假的，也不影响合约。吐槽鞠婧祎利用人气倒逼和公司解约，吐槽其撒谎成性。而鞠婧祎方称自己提前解约也有理由，称合同里虽有20年之期限，但第8条第3款有一条显示，合约到鞠婧祎30岁之日终止。鞠婧祎认为30岁这一条才是主约，应在30岁生日时解约。有网友力挺鞠婧祎的做法，并举例另一位队员冯欣朵的官司，称此前冯欣朵也有20年的影视合约，但双方一致认为合同到其30岁生日，一般已先到哪一个，另一个就自动到期，法院不会认可2个矛盾合约的。此前，斯巴传媒晒出和鞠婧祎合作期间，公司对鞠婧祎的付出，公布为捧红鞠婧祎，公司自担风险，自掏腰包花1.6亿，为其定制打造大女主作品《云溪传》。撒谎，截止24年5月已支付鞠婧祎1.3亿余劳务，为其提供每月25万的基础工资，还为其安排专车接送，帮其提供高级公寓居住多年。此外还有各项旅游支出等。看到鞠婧祎的工资和收入，不少网友直呼震惊，也惊叹于女明星赚钱之快，可以说1年赚普通人一辈子的工资。而公司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也很明显，我已经公布鞠婧祎的收入情况，到底交了多少税，需要好好查查。而斯巴传媒这些爆料也仅仅是开胃小菜，毕竟收入再多也没有违法。但如今斯巴传媒要举报鞠婧祎和身边人涂某某涉嫌严重经济犯罪，网友盲猜可能是税务问题。不知道斯巴传媒到底是虚张声势，还是确有证据。但是，如果一旦实名举报，按照章程，官方必将介入调查，万一查出确实有税务问题，
鞠婧祎或面临被封杀的风险。如果到这一步，双方可以说是两败俱伤。截止18日下午，自最后通牒后，鞠婧祎方并未回应公司的最后通牒。